不知道小伙伴们是否注意到 Capture One 前段时间上线了 AI 一键仿色功能。在新功能的强大加持下，这期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对于摄影新手很容易困惑和纠结的问题。RAW 文件的后期我到底是选 Capture One 还是 Lightroom 或者 Camera Raw？ 它们各自又有哪些独门绝技呢？Hello， 大家好，我是摄影师 JCK。本期视频我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整理和演示，相信可以解决你的困惑。接下来我会分别把这两个软件各自的优势项，而且是很难被对方软件取代的功能，跟大家总结一下。刚接触这两个软件的小伙伴可以收藏一下哦。最新版的下载方式我放简介了，仅供大家练习使用，所以跟大家要一个3连，不过分吧？视频开始前也给我们工作室打个广告。想要系统学习提升商业拍摄和后期的小伙伴，可以后台咨询了解我们的线下课程，非常有收获的线下课程。当然，如果你想第一时间了解更多的摄影干货，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好了，我们先从 Capture One 的优势说起，再说 Lightroom 或 Camera Raw 的优势。好，我们先从 Capture One 的联机优势开始说起吧。因为大家知道，其实 Lightroom 也有联机功能，不过因为 Lightroom 的联机功能实在太难用了，所以我们真正商业拍摄就是用 Capture One 去做联机。所以这方面呢，Capture One 是绝对的领先 Lightroom 的。然后我们去联机拍摄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会详细跟大家说一下联机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因为包括我自己以前也不是特别喜欢联机拍摄，但是我现在自己联机拍摄，觉得它的优势是有很多的。首先第一个，你所有的拍摄它都是存在你电脑里的，就相当于你省去了一个拷卡的过程。这是方便的地方之一，但还不是最方便的地方。我跟大家看一下，我认为我为什么喜欢用联机的一个原因。我们现在灯打开之后呢，我给它布了一个天幕布光，我们在这可以看到，这里面已经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受光的效果了。但是我有时候需要调整的时候，你发现我在这里调一下，我想知道这个效果，你会发现它很难，我没有办法得到即时的反馈，我都是要这样把它的角度提一下，然后回来拍一张看一下，不好我再回来，然后再低一点或再高一点，反反复复的回来看，是不是很麻烦？但是我现在有了 Capture One 联机呢，我不需要人在这边了，我只需要在我方便去调整位置的这个地方站着。然后大家看到这里，在这里有一个这个叫实时预览，你打开实时预览之后，你会发现在这里我去移动这个灯的位置，能看到吧？你能非常精准的看到光投射在什么地方，以及光影是什么效果。也就是说，我在逐灯去布光的时候，我这个灯我认为它打在了我想要的位置上，然后我再去加另外一个灯，我在这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呢，比方说我现在要加东西，我现在如果说在这里要加2个东西，如果近一些的还好说，你可以在这里，对吧？一边看一边加。但是假设你这个拍摄的场地非常大，你是根本顾及不过来的，你又要调灯，又要调道具，你还要反过来去看这个取景框，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现在呢就可以这样，你看我的左手在这边调，我在这里就可以随时可以看到，甚至就你可以把它接到电视上都可以，接到一些电视上去转接的时候，我只需要在这里像你布置一些俯拍的啊构图，我在这里去看，你可以抬头看着这边的一个大屏幕去弄，比你看这一个小屏幕要精准的多了。再一个联机的优势呢，就是大家发现只要我现在通过它联机之后，其实我们真正触动快门的地方是在哪里？就在这个软件上了。就是我拍摄的时候，我其实在这里点一下拍摄键就可以了，就我不需要真正的再去这样去摁快门去拍摄了。包括有一些对位置精度要求很高的，其实我有时候也会用无线快门去触发。总之我不会就是真的这样去拍摄了，带来的那些晃动的误差。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到今天我还是在用着我刚学摄影时候买的这个三脚架，到今天我都没有换的原因。就是其实对于高要求的拍摄，我反而
不需要那种很笨重的那种拍摄台，这种即便很廉价的东西依然可以保证拍摄的零误差。这个对于尤其是新手来说，是一个我认为很有用的建议，因为它可以帮你省到钱。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我认为 Capture One 要比 Lightroom 或者 ACR 强大的一个功能，也是 Capture One 新推出的一个功能，就是 AI 仿色功能。当然了，这个功能目前在ACR 或者 Lightroom 上还没有这个功能。它这个功能就是继之前像素蛋糕推出来了 AI 追色功能之后，它也很快的跟进了。我们看一下在 Capture One 里面它是怎么用的。好，我们现在先找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的版权我在下面也都标注了，是来自于小红书博主佐伊的，也欢迎大家去他的主页去看他更多的作品。这是一张这个原片吧，然后在这个左边的这个重现风格，它是在这个调整的选项框下面有一个重现风格，然后你把你想要的图片，就是你想追的那个图片拖在这里，它就可以了。你可以从你的这种文件夹里这样直接拖过来，也可以从你右边的这个项目库里面把它拖过来都可以。那拿这张来说吧，我们这张原片我想给它追成一个更加日系或小清新一点的照片，那我找了这么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也是来自于小红书上叫霍天这么一个博主的照片。那我们就可以这样直接把它拖过来，然后具体用的时候呢，你看它有很多你可以去具体选择的。这几个选项里面，你可以假设说你觉得它色调很好，但是它太亮了，你就不想模仿它的曝光，你可以把曝光勾掉，这些你都是可以去尝试的。你看它有很多选项可以供你去用。当然了，你勾选完之后，你在下面这么多选项里边，你还是可以继续的优化。好，我们现在赶紧先去试一下吧。我把它打到最大化，就是125，先去追一下。大家看这个追过来的效果，我认为追的还是挺好的，尤其是背景，我认为追的是挺好的。但是我们看一下脸部，我们要有一个对比，我现在就把它同时进入像素蛋糕里面，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也知道这个 Capture One 的这个 AI 追色功能有没有之前被这个大家广为好评的像素蛋糕能不能达到一样的效果。好，我进来像素蛋糕，这是我们这张原图。同样呢，我们在这里去点击追这张图。好，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区别。我个人的感觉啊，我们首先看缩略图小的这种图，我认为在背景上，就是这个绿色的模拟上，我认为反而Capture One 的这个 AI 仿色是仿得更准的。那像素蛋糕呢，我们仔细放大一下，因为在我对比之后，我发现像素蛋糕它的优势还是在人物的处理。你仔细看它的脸，我这样放大，因为这张图像素比较低啊。它自带了磨皮的同时呢，然后它有提亮，然后你仔细看肤色里面没有明显的偏色，对不对？没有明显的环境偏色。所以它这个对面部的处理还是不错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我认为至少拿这张照片来说，Capture One 和像素蛋糕互有优劣。就是在整体环境风格上，我认为 Capture One 的追色反而更准，但是从加入模特的这个角度去考量，综合去考量呢，我认为像素蛋糕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因为我绿色的时候，我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饱和度再降低一下就可以做到了。但是人物呢，你要做处理，就要处理它的这个偏色，要付出的这个功夫就要稍微再多一点。但总的来说，这两个功能做的都很好。然后我们继续看一张不是人物的，我们找一张风景的吧。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参考吧，这是我找到了一张图，这张参考我认为对吧，很符合这种 ins 博主的这么一种风格。那我们看看把它能应用在比方说这张吧，我现在把它拖过来，好，然后我再去点击应用，我全部都选了。
哦，大家看到了没？和它几乎是一模一样，是吧？它完美的把这个颜色给复刻上去了。放大看一点，我认为完全没有问题。同样的，我再过一遍像素蛋糕，让这张图也去过一下这个 AI 追色。哦，同样它也出来了非常完美的效果。我们把这2张再对比一下，很难分出伯仲，因为这2个在我看来都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接下来我来说第3点，我认为是 Capture One 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也是我想吐槽 Camera Raw 或者 Lightroom 很久的一个功能，就是亮度和亮度曲线。什么叫亮度和亮度曲线呢？亮度我说的是它的一个功能滑块，亮度曲线呢是它曲线里的一个功能。我们分开来看这2个功能啊。首先，这是我随便拍的一张照片，我们在去调整的时候，它这里有一个叫做亮度的滑块。这个亮度的滑块，大家知道，在对应亚当斯区域曝光法里边，它大概的影响的区域应该是中间调这一块比较多。我经常喜欢用这个功能的原因在于，正常拍出来手机的照片也好，相机的照片也好，你会发现它总是离你想要的那个色调有时候会淡了那么一点点，所以这个时候我就非常喜欢用这个功能。大家看，它是一种柔和的提亮，大家能感觉出来吗？因为它提亮的是中间调部分，所以你对比一下之前之后。但是我们反观 Camera Raw， 我们把它打开之后，看到在这个亮里面，看到了吗？它就只有曝光可以影响。如果你拖得多了，你看一下，这背后完全就灰掉了，过曝掉了。那你说我可以调阴影，阴影它对应的地方就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你只要调阴影或者黑色，画面就会相应的偏灰一点。然后呢，亮度曲线呢也几乎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返回到 Capture One， 我们再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来自于一个小红书户外博主，叫出逃的饼干。我用了他的一张照片。你看这张照片拍的青山绿水，这个一看就是标准的还原。大自然里是这种照片，但是我们有时候想让它变得颜色有一些色彩的倾向性的时候呢，看我可以在曲线里边，大家看到了吗？它除了 RGB 和分离出来的红绿蓝，它把亮度单独拽出来了。单独拽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改变画面中色彩的明暗，我不改变它的色彩倾向。这个功能是很好用的，大家看我做一下演示。我直接把它往下拉一点，大家先不要管这些像山头啊哪里曝光有点黑下去了，因为你用局部工具可以把它很轻松的提亮，我们不做那些处理，就单纯的看这种照片，大家能感觉出来，就这一个操作，就是它在色彩的倾向性就已经做完了，然后也比那个色调显得要高级一些，对不对 ？OK， 我们现在回到 PS 里面。你会发现非常简单的一个功能，但是它就是做不到。我们同样把它往下拉，大家能感觉出来吗？就是肉眼可见的 low， 因为这个时候你就是不行，做不到，然后你就去想办法用混色器啊，然后你再去抓住它的颜色往这调啊，你要反反复复的调，但是你会发现，你不管怎么调，你反而就离这个就是动一下就可以做到的颜色，你不管怎么调，反而很难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想要吐槽 Camera Raw 很久了，就是你加一个亮度曲线怎么了？好，接下来我来说第4点 ，Capture One 对比 Lightroom 或者 Camera Raw 有的一个优势，也就是它的所谓的对 RAW 文件的解析。不过这一个点在我这里呢，我持保留意见吧，因为怎么说呢，我这点是承认的，我觉得 Capture One 对于一些 RAW 文件的解析就是要比那个 Camera Raw 的要好一些，但是这个所谓的好，它是观感上的好。我举一个例子啊，拿这张图，这是我之前拍香水的一张原图，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个 RAW 文件导进来的样子。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在这边，大家能感觉出来吗？
这个饱和度上面有一个明显的降低，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我认为不是一个什么影响，因为其实你想让它的颜色上来也很容易，就是你让它的自然饱和度这些上来一些就行了。这个不像刚才我们说的曲线的那个功能，就是很难调节出来，所以我认为这个对于摄影师来说，我不觉得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反而是前3个点是我认为 Capture One 碾压性的优势。这个点呢，我只能说这是它色彩上的一个优势吧，但不是具备生产力级别的优势，我只能这么说。刚才我们介绍了 Capture One 的很多优势，确实非常好用，也是 Camera Raw 目前没有的功能。那接下来我结合我自己的工作流，我来说一下 Camera Raw 或者 Lightroom 有哪些功能同样是 Capture One 目前没有的或者不够完善的。第一点，我们就先说一下蒙版运算功能，这是很多人忽略的或者很多人还不知道的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好，我们点击进入蒙版选项，这里可以创建很多蒙版。大家看我接下来的操作，我要做什么呢？假设我们现在背景有点平，对不对？那我给它打一个渐变光，我们只用曝光一个选项吧。OK， 我们现在把曝光提亮一下，曝光提亮一下，其实你仔细看一下，瓶身也亮了，对不对？瓶身的光，那我们就这里有个减去主体，好，背景亮了，主体还是那样，但是因为这个瓶子比较特殊，它这个地方是透的，所以在添加画笔功能，我可以小一点，可以干嘛？演示的话，我不给大家做那么细了，就是意思到了就行了。好，这是我做了第一个背景光，然后呢，我再来一个线性渐变，我们还是只动曝光。但是呢，现在影响到我的瓶子了，怎么办？减去主体，你看这个1秒钟就可以做到。Capture One 里边，我认为还是比较难操作的，所以这个在选择蒙版，包括蒙版运算上，我认为它是有很大的优势。那我们继续做，这样再降一些，然后还是怎么办？老规矩，减去主体。好，我们只用了1分钟左右的时间，对比一下之前之后，之前之后，是不是非常方便，非常强大？接下来我来说 Lightroom 或者 Camera Raw，第2个优势也是我认为 Capture One 无法取代的一个功能，因为这个功能真的非常好用，它对于加快你的工作流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它有一个蒙版同步，或者你可以理解成智能蒙版同步。假设你要拍白底图，那我们很多人拍出来的白底图就是这样，背景发灰，有的人还发偏，对不对？像以前我们修这种图怎么办？只能一个一个的修，非常慢，因为它们的位置、景别、角度都不一样，我们很难去做同步处理。但现在我们有了蒙版之后，它现在可以智能识别你的主体和背景去同步。好，我们在这里点击背景，好，看它识别的非常准确。在这里我去做什么呢？第一，我把饱和度，不管它有没有偏色，我把饱和度降下来。第一步，然后第2步呢，我把亮度提上去。第3步呢，为了保证阴影的真实性，我把阴影再下来一点。好，我就做这一步，做演示，我们随便去做了啊。然后我去做同步，点击它，然后点击它们3个一起点同步。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吗？勾选上蒙版1，这个蒙版1在Capture One 里边，它就只会记录这个同样的位置，只要你产品换了景别，换了摆放的角度，那它就完全不能用了。但是在 Camera Raw 里面，大家看一下，看到了吗？一键就同步过来了。好，第3点我来说一下 Camera Raw 或者 Lightroom 相比 Capture One 有的一个优势，就是预设更加丰富。尤其是我自己的工作流中，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这里也有好多种预设了。这个呢，相比那个 Capture One 是有一定优势的，因为 Capture One 虽然现在网上也有很多这种预设了，但是相比 Lightroom 或者 Camera Raw 还是要比较少的。我看据说有人可以把
Lightroom 的预设转成 Capture One 可以接受的格式，但我自己没有试过，但相信如果你是以Capture One 为主的话，那相信你一定有办法可以做到怎么把其他的格式做一下转换的。接下来我来说第4点，我认为 Camera Raw 比 Capture One有的优势就是它和 PS 可以梦幻联动。在这里呢，它比 Lightroom 也有优势。其实在我们的线下课的教学流程里面，我其实是一律推荐我们的学员用 Capture One 而不是用 Lightroom。相信我接下来的演示过程中，大家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这是我很多年前拍的一张照片，看我现在打开它的 PSD 文件，这我以前的修图记录还在这里，但是大家看到最底下的这一个就是当时的 RAW 文件。我双击进来之后，它马上就可以返回到当时的这个环境里边。我点击这里，你看这是它的原图，看到了吗？好，我只是给它做了一些简单的修正，但是我在这里修图的时候，我随时去调整的一些东西，它就可以即时反馈在这里。假设说我现在觉得曝光还不够，我再让它亮一点，然后阴影再暗一点，这些你都可以，你可以随时修正。你这里只要点击了之后呢，你看它这里就会实时有一个反馈。如果你现在又觉得太亮了呢，因为你难免可能会有一个反复纠结的过程。如果你在这里按一些呢，你看它马上就有一个反馈。这有哪几点好处呢？第一，你可以实时修改，甚至你不需要跳出 PS 这个软件。但是你在处理上呢， Lightroom 有的功能它一样全部都有，所以这个是它一个很大的优势。那这样呢，我就可以很好的利用Camera Raw 去把这个 RAW 文件的动态范围彻底的利用到，然后呢又可以无缝衔接的在 PS 里去做更多精准的去调控，这个效率我认为是 Capture One 相比来说要差一点的。然后第二个优势呢，就是你在保存文件的时候，你看我们实际上在拍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文件它会生成很多东西。你看你拍完一张图，它有一个 RAW 文件，你去调它的时候，它会对应生成一个叫它的调整文件，然后最后呢，你再输出一个 PSD 文件或者 TIFF 文件。也就是说，其实你去拍一张图，它默认的会生成3个东西，对不对？所以至少在我这里，我不太愿意这样去做，我还是希望文件处理的能更加干净利索一些，所以我最后只保留一个 PSD 文件就够了。为什么？因为我的 RAW 文件永远在这里，对不对？我的 RAW 文件里的调整，也就是说我最终的时候管理起来会非常的方便。好，接下来我来说一下 AI 功能，这是我认为 Camera Raw 或者 Lightroom 相比于 Capture One 更强大的地方。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比方说我们拿一下这个生成式扩展来说吧，我们启用扩展，我们竖图我给它变成横图，或者我们直接给它一个1:1的比例，对，直接点击生成。哇，看到了吗？非常非常完美。在这里你还可以选，它还有不同的选择，我觉得这个最好。所以你知道这是在 RAW 里面生成的呀，对不对？这个就非常非常强大了，我直接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入 PS 再次编辑。好，相信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呢，一定是本频道的死忠粉了，能看这么久。我认为他们这2个软件各自都有各自的优势，很难说是谁取代谁的关系。合适的时候挑选合适的工具去出合适的图，我认为这就是最优解。所以没有最好的工具，只有最好的设计师或者摄影师。好了，也希望大家在2025年能够不断创作出更多更精彩的作品，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2025我会持续跟大家分享更多干货。好了，拜拜，我们下期见。